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真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红娘见过的最戏剧化的一对。一个是失去100亿家产的大陆千金，一个是台湾新型农业科技专家。两人因为一场误会相遇，却因为文化差异和价值观不同，差点擦肩而过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第一印象也不一定可靠啊。故事的女主角叫做林妙妙，今年28岁，是江浙地区曾经的豪门千金。妙妙从小锦衣玉食，名校毕业后又去英国留学，回国后本来是要接手家族企业的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3年前他父亲因为金融诈骗案被判入狱，母亲迅速带着保命钱改嫁，只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家道中落的惨淡人生。妙妙，你应该重新开始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坐在我办公室里，眼神里还有着掩不住的倔强。我不想靠相亲找男人，但是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个能力强的伴侣，帮我东山再起。啊呀妈呀！这话说的，我一听就知道这姑娘还没从前一段人生走出来。我这个当红娘的最怕遇到带着明确目的找对象的人，这哪是找伴侣啊，简直是在找商业合伙人吗？妙妙啊，你这想法可要调整一下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，婚姻不是生意，不能只看利益。丽姐，你不懂。妙妙摇摇头，从豪宅搬到廉租房是什么感受，你知道吗？从前朋友一个个躲着我，现在在创业公司做个小文员，每天还要被老板指指点点，我不要再过这种日子了。哎，这孩子被现实伤得不轻啊！看着他精致但已经不再奢华的妆容和衣服，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。行吧，我帮你留意着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但是你也要记住，好的婚姻是2个人互相欣赏，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单方面索取。妙妙点点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并没有真的听进去。这孩子啊，还需要生活好好教育一番呢。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。1个月后，我认识了阿成，一个在台湾新竹发展的农业科技专家。阿成今年32岁，身高1.8米左右，长相俊朗，说话温和有礼，最重要的是眼神清澈诚恳。丽姐，我在台湾发展的还不错，但是想找个大陆的女孩子结婚。阿成告诉我，我觉得大陆女孩子更有活力，也更愿意接受新事物。你在台湾是做什么的啊？我好奇地问。我是做智慧农业的，阿成笑着回答，就是用科技手段发展现代农业。哇，听到这个我就来劲了，我立马想到了妙妙。虽然他希望找的是商业精英，但阿成这种背景不正是他需要了解的吗？农业科技可是朝阳产业啊。我把阿成的情况告诉妙妙，谁知道这丫头一听说对方是农民，立刻撇撇嘴，丽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需要的是能帮我重回上流社会的人，不是什么种田的农民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肤浅啊？我有点生气了。现在的农业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，特别是台湾的农业科技非常发达，不比你们那些互联网公司差。台湾妙妙更加嗤之以鼻，台湾不就是个小岛吗？能有什么高科技？天啊，这孩子对台湾的了解也太片面了吧！我真想给他好好科普一下，但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这样吧，我灵机一动，阿成下周要来上海参加农业博览会，我们约在那里见一面，你就当是陪我去看看，长长见识，好不好？妙妙勉强答应了。我知道他最近手头紧，所以故意说博览会的票我来提供，这样他才不好拒绝。博览会那天，妙妙穿着一身职业装来了，看样子是直接从公司过来的，而阿成则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衬衫，朴素但整洁。你好，我是陈成栋，台湾新竹人。阿成伸出手，笑容温和，你可以叫我阿成。林妙妙，上海人。妙妙礼貌性地握了握手，但眼神中的疏离一览无余。我看出他对阿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，主要是因为阿成的穿着实在太普通了，完全不符合他心目中成功男士的形象。但我知道阿成的实力，所以并不担心。阿成，你今天不是要展示你们公司的新技术吗？带我们去看看呗。我故意这么说，想让妙妙了解阿成的真实情况。好啊，正好我们的展位在中心区。阿成热情地说，来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智慧农场系统。阿成带我们来到一个相当大的展位前，
展位上台科农智慧农业的字样非常醒目。展台上摆着各种高科技设备和一个微型智慧温室模型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。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智慧农场管理系统，阿成开始介绍。通过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，可以实现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精准控制和远程管理。我注意到妙妙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惊讶。阿成继续解说，比如这个系统可以根据植物生长需求，自动调节温度、湿度、光照和养分供应，大大提高产量，同时节约资源。我们在新竹的试验基地，单位面积产量比传统农业提高了300%，而用水量却减少了60%。这时候有几个商务人士走过来，用英语向阿成询问合作事宜。没想到阿成的英语非常流利，谈吐间透露出专业和自信，完全不像妙妙想象的那种传统农民。你们公司的市值现在有多少？妙妙突然插嘴问道。阿成笑了笑，我们去年完成了 C 轮融资，目前估值约24亿新台币，大概等于5.4亿人民币。不过我们还在快速成长期，未来空间很大。我偷偷观察妙妙的表情，果然，她的眼神亮了起来。这姑娘终于开始对阿成感兴趣了。博览会结束后，我提议一起去吃晚饭。席间，妙妙明显话多了起来，主动询问阿成关于他公司的情况，甚至开始讨论两岸的经济发展差异。我一直以为台湾的农业就是传统小农经济，没想到科技含量这么高。妙妙坦率地说，看来我对台湾的了解太肤浅了，这是很多大陆朋友的共同误解。阿成笑道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农业技术确实很发达。我们注重精细化和高附加值，用科技弥补土地资源的不足。看着两人聊得火热，我心里暗自高兴。饭后，阿成主动提出送妙妙回家。丽姐，我送妙妙小姐回去吧，顺便再聊聊。阿成说，你家住哪个方向？妙妙犹豫了一下，可能是不好意思让阿成知道她住在廉租房。我住的地方有点远，不用麻烦了。没关系，我今天租了车，送你回去很方便的。阿成坚持道，最终妙妙同意了。临走前，他回头对我眨了眨眼，那意思我懂，这姑娘对阿成有了兴趣。第二天一早，妙妙就给我打来电话，丽姐，阿成简直太绅士了。昨天他不但送我回家，还完全没有对我住的地方表现出任何惊讶或轻视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住的地方条件很一般，这说明人家素质高啊。我笑着说，不止呢。他还主动提出要不要考虑去台湾发展，说我的英语能力和文化背景在他们公司会很有优势。妙妙兴奋地说，哦，这么快就谈到工作了，我有点惊讶。是啊，他说他们公司正好需要拓展大陆市场，需要熟悉两岸文化的人才。我听出妙妙语气中的喜悦，但还是提醒他，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，别太着急把两者混在一起，先多了解阿成这个人，看看你们是否真的合适。我知道，丽姐，但是他真的很不一样，不像我之前认识的那些男人，他身上有种踏实的感觉。听到这话，我就知道这姑娘被阿成吸引了。果然，接下来的一周，两人约会了好几次。阿成在上海停留的时间不多，但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。丽姐，阿成邀请我去台湾玩，顺便参观他的农场。2周后，妙妙告诉我，我该去吗？当然要去啊，看看人家的工作环境，了解他的生活，这不正好吗？我鼓励道。而且台湾风景这么美，好好享受一下嘛。就这样，妙妙决定请假1周，去台湾见识一下阿成的世界。临行前，她突然变得有些忐忑。丽姐，我有点担心阿成在上海给我的印象很好，但万一去了台湾发现情况不一样怎么办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大不了当做旅游呗。我安慰他，再说了，人家阿成能创业成功，又这么有礼貌，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妙妙点点头，但我看得出她心里还是有顾虑，毕竟从前的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，虽然现在家道中落，但骨子里那种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还是改不了。她可能担心台湾的生活条件会让她失望。哎，这姑娘还是没能完全放下过去啊，但没关系。我相信台湾之行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也会彻底改变他对阿成、对台湾，甚至对自己未来的看法。妙妙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。
虽然阿成在上海时的表现让他刮目相看，但他心底还是有一丝担忧，毕竟在他过去的认知里，农民这个身份和高端生活实在是扯不上关系。欢迎来到台湾，在桃园机场，阿成热情地迎接了妙妙。旅途累不累？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去我家休息一下。妙妙点点头，悄悄打量着阿成。今天的他穿着休闲但品质不错的衬衫和长裤，比在上海见面时更加精神。阿成开着一辆低调的德国高级车，载着妙妙驶离机场。我的公司和住所都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，大概要开1个小时。1个小时后，车子驶入了一片山林环绕的高档住宅区。阿成停在了一栋现代风格的独栋别墅前。到了，这是我的家。妙妙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她原本以为最多也就是一套普通公寓，没想到竟然是独栋别墅。你好像很惊讶，阿成笑着问。没想到你住在这么好的地方。妙妙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以为农民都住在乡下小屋里吗？阿成调侃道。台湾的农业科技产业收益其实很可观的，来，进去看看吧。别墅内部装修风格简约，但不失高雅，大片落地窗让室内充满阳光。客厅里有一台智能控制屏，连接着整栋房子的各种智能系统。这是我的智能家居控制中心，阿成介绍道，和我的农场系统是一样的理念，通过科技提高生活品质，同时节约资源。妙妙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。眼前的一切完全颠覆了他对台湾农民的想象。休息片刻后，阿成带妙妙参观了他位于科学园区的公司总部。公司大楼现代化的外观和内部先进的设施再次让妙妙震惊不已。会议室里，阿成向妙妙详细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。我们台科农从一个小型创业团队发展到现在拥有200多名员工的科技公司，花了7年时间。阿成自豪地说，现在我们的智慧农业系统已经出口到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甚至欧洲一些国家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妙妙由衷的赞叹，我完全没想到农业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，这还不是最让我骄傲的部分。阿成眼睛闪闪发亮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智慧农场示范基地，那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第二天，阿成开车带妙妙来到了位于郊外的智慧农场示范基地。远远望去，几个巨大的玻璃温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周围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太阳能板的装置。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农场，占地50公顷。阿成介绍道，这里不仅是我们技术的展示窗口，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基地，每年创造近1亿元新台币的营收。走进温室，妙妙仿佛置身于科幻世界，各种农作物整齐排列，上方有轨道机器人来回移动，自动化设备随时监测和调整生长环境。这是我们的无人管理系统。阿成指着一块大屏幕解释，从播种、施肥、灌溉到采收，全程由人工智能控制，只需要很少的人工干预。农民不再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而是成为了科技操作员和数据分析师。妙妙看着眼前高科技的农业生产方式，不禁感慨，这简直颠覆了我对农业的所有认知。在大陆，人们还是把农民和落后、辛苦联系在一起，这就是台湾农业的特色。阿成骄傲地说，我们土地少，必须走精细化、高科技、高附加值的路线。这里生产的不仅仅是农产品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随后，阿成带妙妙参观了农场的研发中心，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产量和品质。我们不仅关注产量，更注重品质和可持续性。阿成解释道，比如这套系统可以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能源，实现循环利用。晚上，阿成特意安排在农场的观景餐厅用餐，餐厅里几乎所有食材都来自农场当天的收获。怎么样，吃得惯台湾菜吗？阿成问道。太好吃了，妙妙由衷赞叹，这些蔬菜的味道比我在上海吃的新鲜多了，因为它们是今天早上刚采收的。阿成笑道，从田地到餐桌只有几百米的距离。妙妙看着窗外夕阳下的农场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。这种将科技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生活方式，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安宁与踏实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从来没想过，
农业也可以这么有魅力。妙妙轻声说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我整天想着如何重回上流社会，如何东山再起，现在看来，那些想法真的很肤浅。阿成温柔地看着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。我理解你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后，想要重新找回从前生活的心情，可是我错了。妙妙感慨道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大城市里做金融、做互联网才能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你在这里用科技改变农业，不仅创造了商业价值，还为社会和环境做出了贡献。你愿意留下来吗？阿成突然问。我是说，考虑在台湾发展。我之前跟你提过，我们公司确实需要熟悉大陆市场的人才。妙妙低头思考了片刻，然后坚定地点点头。我愿意尝试，不过不是因为你的公司有前景，而是因为我想重新认识自己，找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方向。就这样，妙妙决定在台湾短期工作1个月，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。阿成安排他负责公司的大陆市场拓展计划，让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优势。这1个月里，妙妙慢慢融入了台湾的生活节奏，也越来越欣赏阿成的为人。他身上那种对事业的执着、对生活的热爱，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冷静与智慧，都深深吸引着他。与此同时，阿成也被妙妙身上的坚韧和适应能力所打动。从豪门千金到普通上班族，再到现在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！1个月转眼就过去了，妙妙的签证即将到期，要回去了吗？在送妙妙去机场的路上，阿成轻声问道。妙妙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阿成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啊！阿成惊讶地看了他一眼。我是说，我想申请工作签证，正式加入你们公司。妙妙解释道。这1个月的体验让我确信，这里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阿成微笑着点点头，公司欢迎你，我也很高兴。不过，我希望你留下，不仅仅是为了工作。妙妙脸红了，当然不只是为了工作，还因为有你在这里。两人相视而笑，不需要更多言语。就这样，妙妙留在了台湾，正式加入台科农，负责公司的大陆市场拓展。凭借他的能力和努力，半年内就帮公司签下了几个重要的大陆合作伙伴，业绩相当亮眼。而他和阿成的感情也在朝夕相处中日渐加深。阿成的善良、踏实与才华，让妙妙彻底放下了从前那些功利的想法。1年后的一天，阿成带妙妙去了农场的最高处，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智慧农场。妙妙，记得我们第1次见面吗？阿成问道。记得，我还很傲慢地觉得农民不配和我相亲呢。妙妙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真是太浅薄了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有偏见，阿成坦白道，我以为大陆女孩都很物质，尤其是听丽姐说你之前是富家千金，我还担心你会看不上我这种科技农民呢。我们都有偏见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愿意去了解真实的对方。妙妙深情地说，这1年多来，我在台湾学到了太多东西，不仅是工作上的，更是对生活的态度。所以阿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单膝跪地，林妙妙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这个台湾农民吗？妙妙惊喜地捂住嘴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我愿意。结婚那天，丽姐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婚礼，看着台下幸福的新人，丽姐感慨万千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作为这对新人的红娘，我要说几句话。丽姐站在台上动情地说，妙妙和阿成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是谁。两岸虽然有文化差异，但真情实感是相通的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婚礼后，妙妙和阿成决定将智慧农业技术带回大陆，在妙妙的老家，那个曾经让她伤心的地方，建立一个新的智慧农场示范基地。我想帮助更多大陆农民提高收入，改变生活。阿成说，也想证明给那些看不起农业的人看，现代农业可以很有尊严，也很有前景。妙妙紧紧握住丈夫的手，我会一直支持你，就像你当初支持我一样。如今，妙妙和阿成的智慧农场已经成为两岸农业合作的典范。那个曾经只想着重回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，现在成了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。而那个被她一度瞧不起的台湾农民，则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持，为她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谁能想到命运的齿轮会转向如此美好的方向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两岸之间不只有政治和经济的差异，更有文化和情感的交融。无论你是在北京、上海还是在台北、高雄，爱情的语言都是相通的。重要的不是你来自哪里，而是你愿意走向何方，以及和谁一起走。这是丽姐的情感观察，希望妙妙和阿成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不要被表面的光鲜或朴素所迷惑，真正的价值往往藏在内心深处。不管是选择伴侣还是选择事业，都应该看重的是它能带给你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，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光环或标签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，爱你们！